体验这种感觉了。小俊在亲自示范怎么 4 wheel 骑车。Welcome to my QCCS. I am He Wei Seng. 今天又来介绍改装柴油车的一集。如果你们看到有这样的低色的波嘞，当然少不了一个人。来 ，Hello 呀，小军，因为我认识的人啦，会跟我这样讲话的啦，会很耐心介绍我。东西呢，只有他。小军，这次啦，就你简单讲一下后面这两为什么会讲他今天。最近都是很多人讲 remake 啊，或者装电版啊，现在比较流行应该是算 remake 啦。有咩？有。我是刚才有稍微看它的引擎室啦，是有改很多东西啦，但是你讲它是 remake 哦，对，没有加电版，没有电版，没有 piggyback，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remake 到底是什么。今天是讲低色的 remake， 讲一下，有些人可能不懂是 remake， 简单的讲一下是什么。对，因为它主要是把它原装的电板抽出来，然后寄给一个专门他们 ID 的，它的电板里面的写程式 send 给他们，然后我们破解了的，就是可以把里面写过，就是讲你要怎样调怎样做都可以。就好像 F4 sensor 它可以bypass掉咯 ，AGR 可以bypass掉咯，他们有的东西主要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就是把它写过。为什么要写过呢？就是因为它的东西改了啊，那些油要喷多一点啊，那一些东西啦，简单来讲是这样啦。因为原装电板是完全不能够写的嘛，哦。对。它不能够写，他们就是要拿他的 ID send 给总行去破解了，就才能够把它里面我要加油、加 boost、加什么，就是他们自己去重新写过。我听你这样子讲 remake 会不会比那种 stand alone 啊，或者是你买 piggyback 啊便宜呢？有几种做法，有人家做到1000块左右到2000块左右都有，它有 Step 1、Step 2、Step 3，这两是 Step 2算起来。对，不一定的啦。可能分钟还比 stand alone 或者 piggyback 贵。不会 ，stand alone 的话都要4000多、5000多。piggyback 呢 ？piggyback 的话有4000多到2000。那为什么人家不要买 piggyback 而选择 remake 呢？因为原装 wire 他们不用去剪嘛。有的人是讲我车原装，我不喜欢剪 wire。如果像 piggyback 的话，是讲有的人喜欢，它有一个好处跟坏处啦，讲完句不好听啦。piggyback 的话，我装了以后要卖可以卖，当时该很卖啦。不过 remake 就没有那个东西咯，只是讲你是讲以后车要卖。wire 是没有人家剪过，看起来就很原装这样子啦。对，改车的东西就是没得讲。根据车主的喜好啦，如果你打算以后这个车要卖给别人，看起来很原装，就什么的 wire 不要剪，就是 remake。卖车的时候，人家看，你这套 wire 剪过，是不是有说假？改装的不要了。是，有些人是。只要原装车的，因为原装车价钱怎样都比较漂亮一点啦。对，现在先从我们所看到引擎室开始。对，它有改了什么？F55 咯 ，F55 的 cooler 换那种比较 BRC 大片的咯。底下一层就是我们叫 one to one。Vigo 它的 fuel pump 是没有到 one to one。engine 转一圈它转一圈，不是，它是 engine 转一圈它转半圈。像 Triton、D-Max、Navara 这些都是 engine 转一圈 fuel pump 转一圈。所以 Vigo 比较多改装车，他们有改一个就是叫多一个 fuel pump 来去推它的 subtank 咯 ，fuel pump 咯 ，nozzle 有换掉了咯。这是换什么的？又是Navara的吗？不是。这个是他们是那种可以顶50磅到70磅的nozzle。压箱有做 Transcore， 我们叫 Transcore， 就是这样。Transcore 是什么 ？Transcore 其实真正来讲就是把它加强它的那个 bar body， 把它的 bar body 放强一点，还是有好 spin 好换的，有的压力应该比较强。真正我是还不大知道啦，到时候我拿盒子给你看。Wastegate 是 Wastegate 咯，有换掉。是什么的 HKS 啊？不是。
这是泰国的。哦，泰国什么对牌都没有，好像很像 HKS 哎。讲玩具有时候我们就是讲抄来抄去啦，然后 exhaust 白冰那些是自己拉咯，3寸。3寸口径，对哦，里面 engine 里面有 cam， 有换 cam 了。有讲多少角度吗？没有。没有。OK， 他们是有一种是自己泰国，他们自己 custom made 很多。它的 Transcore 是做 semi， 有2种做法，一种是 fully， 一种是 semi。啊 ，Transcore 啊，Transcore 是做了，就是给它压箱可以它只承受，是讲那个你不会 slip 掉，对吗？对 ，Westgate 泰国的咯 ，PRC 咯，泰国的自己的牌子。哦 ，Westgate 是 PRC 的。对 ，FI5 是50mm billet fin 哦。billet fin 我简单讲就是这一个哈，它的叶片叶片的进口那边是50mm。50mm。对，这个我就很好奇哦，这个是 remap 嘛？对，这个就是它的 map sensor 嘛 ，MAP sensor 嘛哈 ，remap 都可以拆掉哦。对，哇哦 remap 就是可以拆掉这个跟它的那个油门的东西，还有 EGR 它的这个也是拆掉了，环保的啦。其实是没有的话，在日本的话，它的 suspension 就没有什么了，就是泰国的 suspension。不懂什么 brand 吗哦，什么 ？Pro Plus 啊。那外面呢，基本上车主这样看过去，原装，没有装布巴那些。哦，17寸的 rim， 外观是没有什么大变动，所以看一下里面基本上也是很普通，有这个 boost 表咯 ，PSI 的。这一个是看什么的 ？Common rail pressure， 因为它是180小嘛。如果是普通有 biggie bed 的话，可以看 MAP 跟 MAF， 还有它的水表。如果是这样有 engine check light 出来，它可以看，也可以洗。然后这个是唱机。哦，这个呢？也是唱机。等一下哈，我先 confirm 一下这个有没有电板。这个啦。让我拆一个。啊，是绝对没有电板的哈。那绝对没有。是有装过电板，然后现在是接回原装了的。不会装电板要 remap 去？因为他自己本身做 remap。讲得过去了，他自己是做 remap 的，所以他把之前的 standalone 电板拆掉，自己的做改装了嘛，当然可以随便改啦，又不用出钱这样。踩油门一个啊，这个也是放的那个踩油门的，我知道。这个我2017年拍 QCCS 我就有介绍过了。这个身后3000cc 的涡轮柴油 Hilux Vigo， 其实这样子改有没有上过 dyno 啊？拉过马力它到底多少匹啊？还没有，就是他才弄好了，最近他出门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个 dyno。估计呢，小军你做了这样久，应该随便应该有300吧。300哦，这样看呢，OK， 主要是有1 to 1，应该会到300吧。就是1 to 1那个 oil 那个油泵 fuel 泵，还有它的turbo，这个应该可以骑到50磅哦，3.4。3.48。其实如果观众们没有接触过这种diesel turbo 的嘞，其实diesel的他们的磅数是很高的，对，可以炸很高。因为为什么呢？我要讲解释啊，这个，就解释不来。他们有讲过，只是我突然间忘记。介绍了这样多啦，当然是要去试驾一下，然后又是我一个人试驾，这样我就。等下我就用小军，他有传授我一招4轮起车。对，他因为他看了我的 video 啊，他讲爱弟了，你叫我的车这样子来起车，吓衰我的车不了。没有真正去教过你这样。没有，你刚才不是这样子讲我的，你一直在骂我，骂。好啦，这样我就试驾，然后我再讲一下我的感受。我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观众很想要知道，就是他这样子改，你会知道大概要多少钱吗？还不知道，等下给你知道。等下给我知道啦。OK， 好吧，我就会放上字幕在最尾。这样原装的车 remap 一次啦，会大概费用是多少啊？
因为它有分 Stage 1、Stage 2、Stage 3。像我原装的嘛，我什么都没有改的。对，应该是那个是 Stage 1。Stage 1的话，应该是在1000左右到，如果是讲到高的话，都是在我自己知道是2900是最高，那个是 Stage 3，那个是差不多88% remake。啊，我很好奇，到底我要找一辆原装车来，然后看一下 before and after 是怎样。哦，我好像又没有diesel车哦，不懂。朋友不是有吗？家人的车哦。嗯，它可以放回，可以放回。哦，这样啊？可以放回。过年的炸掉？没有，auto还比较差，比较差。如果是 glass ending 就怕你的 glass ending 就 slip 掉。这样子的话哈。Oh my god！ 我很久没有体验这种感觉了。小娟在亲自示范怎么 4 wheel 骑车。那本来是叫我去50磅来跳，刚才应该是整40磅跳车。50磅跳车。对。我刚才可以 feel 到那个 G-force 拉着我那种，就是那种玩跳楼机的感觉啊。对。我不懂是不是驾车人 feel， 驾车人肯定 feel 不到。这个我拍了这么多集的 QCCS， 驾车人 feel 不到，旁边的人好辛苦啊。所以我现在在这辆 remake 的 Hilux， 哇，它的椅子竟然是电动调前后嘞 ！What the fuck， 都是电动的。没有错，这个是最尾期的 Hilux Vigo， 已经差不多天色也黑了，也要下雨了，有一点点毛雨。现在我就来驾一下啦，这辆 Auto 的3000cc Remake， 算蛮重改的Vigo Hilux， 驾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呢？哇哦，一吹油就可以听到那个 Turbo 的声音。Turbo Spool， 是那个叶片在转，我越来越喜欢 Turbo 了，有一种高潮的感觉。哇，这个 Styling， 它的3点跟9点的握把呢，蛮 grip 一下的，但是它上面12点钟跟6点钟，它是那种我不懂大太阳的时候驾车这个会不会很烧啦？视觉效果是蛮不错的，因为你看卡本里面其实它也没有放很多 meter， 没有很花俏。看到一个 blower， 看磅数的 A 柱嘞，装了 speaker， 不是拿来跑的车啦，所以他也是想要享受一下这种听觉效果。一直听到这个 Turbo Surge。现在开始下起了一点雨，下雨驾这种 Vigo Hilux 就要非常小心，要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这种 Hilux 呢，它没有 traction control， 没有什么 ESC、TCS 啊，什么辅助系统都没有，只是 ABS， 所以当你后轮一 spin 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漂移了。不会漂移的人呢，就不要加快。就算你会漂移呢，也不要加快，因为你想一下，这辆 Hilux Vigo， 它的车重啦，没有错是1600公斤耶。你这样烧过去，也不懂会烧到路面上谁的车子。但是我这样子稍微加起来呢。肯定比小军那辆有力很多。然后这种低色它是没有 blow off 啊，不需要 blow off， 为什么呢 ？OK， 简单来讲 ，boost 表装在这个低色车上面，它是在0的，它不会跌下去的，它不会减的。所以如果你有 blow off 啊，把它装上去呀，它浪费掉那个气，因为它已经是没有 vacuum 了，你懂吗？你再装 blow off 啊，是它有声音，但是你车可能会 lost 掉一点点的马力咯。下斜坡，集中精神，发挥我 MGP、MTAP One Lap King 的实力，控制那个 brake， 因为这个车重很重。OK， corner， 放 brake，yeah。哇，我后面已经开始
啦，不喜欢雨天。Yes， 看我衣服也穿另外一天的了。今天 confirm， 我敢保证，现在是阳光普照，不会下雨。我再重新试这个 Hilux Vigo Hilux。哎呦，一转弯踩油就丢了的，扭力很好。如果像我会漂移的啦，我就会自然反应把车救回来。如果是没有学过救车动作，要非常小心，尤其是现在我跑着上山，那些刚刚改好车的人改好这种低速德波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上山的时候拼命踩油，就是丢着去得了。德波的声音再次大声哦。这个是 remap 的remap 哦，我采访了这一辆车啦，我才发现到原来 remap 也是可以改到很够力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人家跟我讲到 remap 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只是原装的车，然后稍微你写一下程式稍微快一点点罢了。但是今天采访了这个小军这一辆 Hilux 呢，我对 remap 有一点改观了吧，就是 OK， 原来 remap 是可以做到 OK， 你换掉 turbo 你换掉 nozzle 你换那白冰全部都可以用 remap 来去写，用原装的电板呢去给油给电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到很 impressed 的。OK，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安全的地方。首先我要让阿赖体验一下，看到底有没有那种 G-Force 窒息的感觉，因为驾车的人跟乘客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要4轮弹射的话呢，我要打成 P，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换成 H4。这时候左脚踩着 brake， 然后踩油门。哇！什么感觉？还好还好还好。哇，我自己开车我都会被那个弹射压到一下04呢，这辆 remap 了的车到底可以去到多快呢？因为这个车也比较重啦，我猜应该15秒14.5秒啦，如果最快啦。System checked OK. Proceed to test. Let's do this。 4轮起车刚才蛮恐怖一下的哈，有点紧张。显示170了，哇！起步真的是有那个 G-Force， 哇哦，哇哦，13.66到终点是161.8这个是有史以来我驾过最快的车了。就是04了哈，13.66，好快哦！实在是吓死人哦！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你没有感觉到任何打滑了哦，没有感觉到的哦，就是好爽啊！这个 brake 要踩大力一点。起步很恐怖。我觉得应该有13.5了，应该有
刚才有起步比第一次快。13.38，400米，起步是0.62G 哦，真的是好爽好爽啊！好吧，今天这一集的青菜汽车评论 QCCS， 我觉得要非常感谢这位车主，然后还要感谢小军。帮这个车主介绍这个车给我拍摄啦，这样子让大家 QCCS 的观众能够看到啊 ，remap 啊也是可以改到，你看13.38秒的 Vigo Hilux， 这也证明了这种 Vigo Hilux 啊，你看 remap 就能够跑到这样了哎，我不懂他是花了多少钱在改这辆车上面啊，但是这一集就是专介绍没有电版也是可以改到这样的。如果啦你喜欢这一集我介绍低色德波的车，大力的点个赞，还有记得要分享出去，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打开小铃铛，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我们下一集见。